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呢，突然间很想吃家里煮的菜哦，然后刚好又在冰箱给我找到一条鱼，一条黑鲳鱼。来看一下，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呢，妈妈时常会做的一道菜，叫做黄豆酱焖鱼。这道菜很好吃，很配饭，你只要炒个青菜啊，就可以开饭了。当然，你们要用其他品种的鱼，也是可以煮了，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黑鲳、大蒜、葱、辣椒、豆瓣酱。首先，鱼的胸鳍这里把它剪掉，然后尾巴这里也给它修一下。再来就是在鱼肉的两面给它划3刀，跟着视频一起操作。有像这样子开刀的话，鱼会比较快煎熟，而且比较美观。如果是用比较大条的鱼会比较难煎，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也行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，因为比较美观，主要是可以小偷懒了，就划几条就可以结束了，哈哈。好了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抓一点盐在手上，或者撒一点盐，然后涂抹在鱼的身上，里里外外都需要。这样子做呢，是要让鱼有一些底味，盐能够带出食材的天然味道，并且盐分能够渗透进鱼肉内部，使其更加鲜嫩，并增加口感，有助于使鱼肉质地更加紧实。好了，非常简单，就腌制好了，先把它放一旁备用。下一步准备豆酱，加半汤匙进来。我用的这种豆酱呢，是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。如果是和我一样怕太咸的话，可以用清水来冲一冲洗，有酱汁洗一下，煮出来就不会太过咸。接下来我这里有切了一些蒜末、姜末、葱白，还有这个是香菜的头、红椒粒和小辣椒。再来切几条的葱段。好了，这里是准备好的材料，下一步来煎鱼吧。鱼在还没有煎之前，可以撒一些淀粉在它的身上。涂抹淀粉的话，它可以吸掉一些水分，所以等下我们煎的时候会比较好煎。所以我们要均匀把淀粉抹均匀。首先，如果是用金属锅的话，必须要把锅热了才下油。如果是用不粘锅就不需要。油呢不需要下太多，够煎鱼就可以了。转到小火之后，把鱼放进来煎。鱼刚下锅的时候，先不要用铲子去碰它，让它煎几分钟，再看一下情况，保持中小火来煎就可以了，尽量让它每一面都有煎到。我这里煎了大概3分钟的时间，现在我用铲子来试一下，看有没有粘锅。OK， 非常好，没有粘锅，这样子就对了。现在可以把鱼翻过来，再煎另一面，煎到像这样的金黄色，非常好看。另一面也同样的煎到上色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煎好的鱼先把它拿出来装碟备用。剩下这些煎鱼的油呢，就不需要倒掉，直接来吧。把蒜末、姜末和葱粒先放进来爆香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炒香后，其他的香料也一起进来爆香。夏日的午后是一段宁静而美好的时光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温馨。愿这份美好永远伴随着我们，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前行，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香料炒香后，这个豆瓣酱也进来给它炒一炒。豆瓣酱在炒菜时会释放出更多的香气和味道，使菜肴更加美味。翻炒均匀的香味和调味料会与其他食材充分混合，使得菜肴味道更加浓郁。闻到一股香味之后，就把清水加进来，或者是要加高汤也是可以。然后再转到大火烧开。
烧开后，我们来调味，加大概1汤匙的生抽进来，和适量的胡椒粉，还有就是要加适量的白糖进来提鲜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把煎好的鱼放进来焖了。先让它小焖一下，盖上锅盖，转到小火焖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。1分钟后打开锅盖看一下，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入味了。尽量把汤汁淋在没有被泡到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的黑酱油进来上色。建议大家黑酱油适量的加就好，加多了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美，比较暗。把煮好的鱼捞出来放碗中，最后加芡粉水进来，勾薄芡就好，不要太过浓。每当我们在勾芡的时候，大家要记得不要开大火，像这样子的浓度就可以了。出来的那个味道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胃，很想吃饭。来点花雕酒是必须的。好了，上菜。哇，酱子的卖相，你觉得这一条鱼可以卖多少钱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来。哇，终于完成了这一条黄豆酱鱼。黄豆酱焖鱼非常的香哦，我现在试一下它的汁哦。哇，这个汁哦，配方一流哦。还有放小辣椒，你们有吃辣可以放小辣椒的哦。试一下这个汁给，哇，我跟你们讲很开胃，这个汁真的很开胃，配饭。那个鱼我等下就配饭才吃了啊。还有这个鱼，如果你们怕整条鱼你们会弄烂的话，你可以把鱼切块啊，家里可能比较好煮一点啊。如果比较不熟悉的朋友啊，怕整条鱼弄烂掉。OK， 好了，那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